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礼拜嘅客家新闻杂志，我係刘一平。台灣高教地下快速轉型，各處區議員同文化教育未有新嘅條件。中央太后客家會展拜託2026年9月加寫法律同進步學內，關於來從係空太會展內容，3本來客家會主計學術架構，督導科目主題性嘅問題。客家會展希望仲係客家語本同社會科學學內，投資研究限條下，限係4分組客家語本學內同客家社會科學學內，沙人之營業同經費攞唔啦。來看到台語文教育，被教態2026年為學生內個向前一步。原初民族高教係對早期加拿大化嘅民間，到底下有中山大學現來建發展。客家好介紹對1988年辦我模擬，到底下為40年嚟，我哋自己單純嘅客家語文學內容冇。客家研究園地今年努力，同動語言嘅時代下，讓拍為目標自家嘅體會。这边之所以会选择变成281纪念馆的话，是跟后面的历史有点关系。就是在日本人统治之后，然后我们就进入到就是中华民国统治，然后在统治初期的话，这边是作为台湾省参议会所使用。官员贪腐啊，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很传统的论述，就是太陽社行業228國家紀念館參訪，尋日了解台灣重大歷史事件。發生了這些就是貪污的事情，就是在教室上歷史課會有很大的差別，因為這邊甚至剛剛在看影片的時候有看到這邊之前的樣貌，然後跟現在的樣貌嘛，然後從黑白的照片變成現在這個鮮豔的畫面，然後我就覺得說，歷史這個演變的過程真的是蠻有趣的。帶學生去欣賞蘇水聰係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所長，北教台灣現時槍友研究所2026年9月咧愛數大學生咧。2019年，國家語言發展法通過以後，那這個法有明文規定，教育部必須要來鼓勵大專院校來開設這樣的一個課程。那我們在今年就正式跟教育部提出，我們要成立大學部的一個申請。台灣語言發展係國家重要政策。1997年成立大學，成立投入台灣文學內，台灣文學正式落到國教體內。成功大學平等成立，形成了縣市立和國立擴散的模式。到2025年代，全台灣已經超過20間用台灣文學也係台灣文化做名嘅相關內容。將來就是希望能夠有一半的師培生，那另外一半就是一般生，那這些一般生將來可能他們就可以到各行各業，那將來他們到學校去當老師也好，到各行各業去從事他們的專業工作也好，他們不僅是台灣語言這一塊他們非常的精熟。一起唱着5、6、7、8。Ina la verdad si la miringana。唔但將台灣內所發展以後，原住民族國教體內每一發展，南台灣中山大學同2025年9月咧，加設國際跨域學士學位學程原住民族專班，大學部體育系這為73年。我們其實在社會系下面，已經有一個元碩專班，而且其實效果非常非常的好。那也幫社會，尤其是南部這邊，培育了非常多的精英的人才。那所以，我們就有這個想法，就是說，那也許我們應該來把這個學制呢，來成立一個大學部。就是台灣族只有一個，就是領唱的那個人呢，他會唱3個旋律。然後其他人就是跟着附和，哇，就會唱。酷哦，所以你們就要幫我唱。中山大學人民專班課程，當即期待等學生嘅比發國際視野，學生嘅當地演練，準備2026年去菲律賓同南島族群交流。我們明年就會帶學生到菲律賓去實際做這個課程的交流。那這是短期的，中期的我們希望未來可以
比如说国际的原民生，我们也希望可以招生。另外一个规划，其实我们是希望能够成立一个完全的原民体制，也就是说，我们也希望能够进一步去成立博士班，那这样我们就可以建立起一个完整的原民教育的体制。因为这是第一届专班嘛，然后刚就是看到说我们是不分系，然后其实我因为高中毕业了，然后我没有很确定说自己想要走什么方向，然后就是有机会这样子用不分系的方式，然后去选自己可能有兴趣，不管是有兴趣没兴趣，都可以去试试看。那我们原住民专班当然是希望训练我们的学生能够回到自己的部落，或是到各个地方去就职，能够在社会上好好的为自己的族群做事情。原住民族国教体内，同全國各地都有。2001年，東華大學成立頭一隻用原住民族名嘅學院層級機構，亦有國土象徵意義。2010年開始出現專業領域加原住民專班，到2005年代，全國總共有27間安多大學設原民專班。我爸不是原住民，然后我妈妈才是。然后进来的时候，就是开始在学习原住民的文化，然后就开始慢慢深入。我很在意歧视这一块，很在意很多人歧视原住民。在还是学生的时候，被那种开玩笑，可是我其实觉得很不舒服。当年我们设计学院刚成立的时候，其实整个教育部也希望我们毕竟是在地苗栗，那我们当地有蛮多原住民族群的。那也有蛮丰富的原住民文化，所以我们也希望就是说在我们的设计学院里面成立原住民专班。那当时教育部也鼓励各地的大学那充实这一块我们以前比较不足的地方。原住民同客家國教，基本是都喺同差唔多嘅政治發展當中系統。不過原住民族教育體內同政策支持下獨獨嘅發展，是唔過客家國教在認證之年同制度唔拉擺，相對嚟講行到沒順序。在族群在飲食上是不是有什麼特色呢？我們從宜蘭的同學開始，就是就係你嘅牛沙邊同南部嘅某強係南部，譬如講六公嗰片嘅牛沙邊係合盤嘅比較好的。中大學客家學院研修客家語文及客家口號學內，包含碩士班同博士班，還有法律同政府研究所同西藏研究中心。2026年9月咧，法政所而向下單檢到大學部成立法律同政府學內。客家系呢，在过去这一年里面，也配合教育部的第三人生计划，也提出第三人生，让招收不同的班制，然后可以进来，这是让客家学院、客家系的能量可以提升。那法政所这一方面呢，我们觉得这个法政所在这10几年已经为学校提供很多的这个服務，譬如說法律服務中心，所以我们觉得说，可以更为提升，所以向教育部申請設立法律政府學系。台灣國教當地面對爭議，到2年同文化教育要重組，不過看準2003年起時陸續成立客家學院，當時相愛使命同願景，也係沒有正經做到係，一張係客家國教當要面對核心問題。客家學院當時要成立個下，本來講要成立一個語文大學啦，家大家要講成立安尼個呢個地方個內呢。樣嘅協分啦，嚇，就講不沒有標起睇按那種講法，就到中央大學開始成立了客家學院。當初是在成立的時間，大家就是有各自負責的那個重點哈。聯合大學來尾就成立一個智慧客家實驗室 ，AI 時代哈，佢當到客家文化東西哈，AI 冇佢可能根本唔啲哈，所以講。他們聯合大學他們發動到的實踐呢，來開發這個客語的大型語言模型。對中央大學、陽明交通大學到聯合大學，桃竹苗3間國立大學陸續成立客家學院，開來一排廠。不過學長認為，正經頭做客家研究的見來見少。當初成立的時候呢，是有邀請很多這個。跟對客語有興趣的一些研究學者，那加入我們客家學院嘛，哈，然後但是呢，現在我們坦白說哈，如果我們看到3個學院哈，那個在真正在做客家的人啊，或者是教授啊，其實如果我們初步的觀察啊，其實是越來越少。好多佢冇成立乜嘅
好多学院啊，其实佢哋全部都加，也很多台湾语言教育啊，台湾嘛嘅全部都好多台湾语言呢，其实用好多为主的天天。客家的议题很多，但是做客家语言跟文学的3个学院加上2个研究所，高师大的客家研究所跟屏科大的这个客家产业研究所里头做语言跟文学的老师，大概10个手指头算得出来，那个比例其实是不对等的。从太学铁兵教书做分别，2020年代将得到学位费，客家贡献奖的研究发展类奖。今年为所讲的台湾研究，其实都是好多研究。古所国内台湾内所，其实都4种头语言同文化研究，也是教学。颠倒客家研究，嘛个都做，真正做到语言同文化研究的少之又少。有没有可能再让他可以有开拓一个更宽广的一个师资高教的师资可以进来的这样子的一个路，然后成立一个客家语文系，就是我们现在叫做客家语文暨社会科学学系，就是把我们有4位老师做语言跟文学，是不是可以3位或者4位的师资进来，让它独立成系？这样我们就可以说我们有个客家语文系。迄种我的看法，是你客家学院啊，客家也提个做事情嘛，做客家语文啊。你看台独嗰邊來台灣，推到台灣一邊家，佢提個呢上網去做嘅事情嘛，做中文的啊，佢個輕基礎嘅文化語言的嗰種保留，嗰單呢就輕重要。學者認為語言係族群的根，不過現實環境係先生一難求。為什麼聘不到客家相關院員呢？因為現在其實師資的聘任其實也有點困難。那再加上呢，我們例如說我們聯合大學這邊，我們後來改成了這個文化創意數位行銷學系嘛，哈，還有文化觀光產業學系，其實都跟客家呢，哈，就是還是隔了一層。張成基教授做同2026年2月咧接聯合大學客家學院院長，建議雖然國科會基建設客家研究專屬項目提供專案補助，不過實際申請嘅人行係少，看得出客家國教同研究能力、學科發展同制度設計行係速度一度限制。我們先不講高教的限制，但是這個就回過頭去看1988的還我母運動，其實是沒有。似乎那個客家運動是沒有完成的，因為客家語文，我們看每5年的調查，這個語言的使用就是一直往下走。當然，語言的使用跟客家認同不見得是掛鈎在一起。可是客委會成立的一個很大目標就是要復甦客語嘛。幫我母語運動呢，全台灣呢係客家先發起嘅，家下呢就使到客家話呢，強強都冇辦法傳下去嘅嚇。冇想到運動完了以後。好多呢，佢下呢全台灣的好多人，佢佔比數清大嘅，結果呢，規個呢就變咗搶嘛。羅少堅教授討談，對1988年萬我母語到今漸漸40年呢，客家研究講係乜個都有，不過實際都一下連隻單純的客家語文行呢都冇。就擺些的成本去對人客家文化呢做個研究，跟住你按他到一個東西做嘛呢？我研究呢，很簡單的做客家話，我比我10年前呢，想辦法盡量扎下來。不只是培養客家語文、文學，還有社會科學人才化，讓這個社會上可以大家更為廣知這個客家讓族群主流化，讓學生的出路可以更多元，這樣會培育我們下一代更好的一個未來的發展。你如果沒有年輕的研究人員，或是沒有足夠的研究人員，你怎麼去負擔這麼大的一個資料的收集跟研究？尤其在我們在面對 AI 的時候，我們的 AI 主權或者是少數族群的語言的維護，其實就會很容易馬上式微。
AI 时代太显人人模型，我变的是资料同人才。韩国研料天初意思长期去做，将做的累积。不过也下客家高教年龄得到减少，基础研究同研料建制又有团结。真正危机唔係技術，希望逐漸後生學習加入，向讓開啟下一代行業科技發展咯。